你们现在还玩 QQ？因为我同学们都在 Q 号里面。但是你们还会参加班级这种叫什么？我前2天刚去完同学聚会。真的吗？我们是20年没见了哦，就是还有我暗恋的那个男生。我上学喜欢的都是同一个人，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帅。快说，我好想听。真的很开心啊。有人跟你合照啥的吗？有啊，有合照啊！哎呦，可开心了。合照是肯定的。哎呀，你看脸嘴笑的呀！我天哪！哎呦我的，哎呦我的。来，你当时的心情是？快说快说。他老了。老了？也没有，我觉得不是老了，是有点憔悴，但是帅还是帅的。那哥们儿以前很多人追他吗？哇，我好超多人。有照片吗？来给我们看一下，给我们看一眼。你现在得给他打个视频。我没有他微信呀，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。什么星座？我怎么知道呀？什么都不知道、这都这么多年了，谁能记得他什么星？他属啥我都不记得，应该跟我差不多大。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？因为他又帅，学习又好，然后又高又白，就很完美的一个男生。我小时候最讨厌这种男生，我很恨这种人。又帅，成绩又好，又白，长得高，再说还是篮球队首发。哎，我们班几乎大部分都喜欢他。那谁赢？没有人得到过他，没有人得到过他。这么装啊，这哥们儿。那班上其他男生跟他关系好吗？很好啊，他性格超好的。真假的？怎么可能啊？这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啊？这种最没朋友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他没朋友的，有没朋友的，他有没朋友的，没啥朋友这种，没朋友的。我还以为你说我呢，刚刚。我们贺也就是这样的人，长得又高又白，学习又好，长得又帅，篮球打得也好，又爱出来还会聊天，幽默，性格也好，跟大家都能处成朋友。差个白，差个白。大家真的有同學聚一定要去，真的会很開心。我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呀，我也没有。你可以散发一些信号给你的朋友们。我在微博上征集是吗？我现在要参加同学会了，给我办一下。你下次开同学会能不能带上我们？对，带我去见识见识。真的很开心。在天津还是北京？在天津，天津啊！天津没事，坐个趟车就去了。看看那个男人有多完美。现在我小时候网名叫从不负相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QQ 啊。挺杀马特啊，他这名。你小时候 QQ 名叫啥？我是，然后有一个那个乱码。我是那个 V5，然后有一个繁体字，乱七八糟的那个。我姓文啊。什么哥爱你，什么那种商号那种。商特，对，那种东西。商特后面跟个点儿。哎，对。我还有一阵是初中啊，我叫魔族宇少。兄弟，你这太狠了，对，我叫残月天涯。因为我不爱小时候不爱吃醋，然后就一语双关叫不吃醋的男孩。他叫什么什么一颗糖。我觉得就是姚小糖杠棒棒糖，我记得是。你叫什么？哎，点。姐没有这个。各式各样的。QQ 应约不是，就是 QQ 一个聊天软件。闻着肉味了，兄弟。哦，香，已经烤起来了，给我来一个呗。绝 ！Oh my god！ 绝了！绝！哦，绝！我也要来一个。我要来一个。这样抖的话抖不出去了。我干烧烤13年啊。
我来个不辣的，谢谢。好喝。英尼小队成员们，明天我们将在这里完成一次小型的音乐交流快闪。这次将由英尼小队派出2个人搭档，担任主持人。明天谁主持来着？碧晨姐，还差一个。咱们你挑一个吧。我不挑，你们有人想主持吗？搞得我又 PUA 似的，快点的吧。咱们真的很在乎他这个标签啊。PUA 大师我没有，很在乎这个 PUA， 为啥呀？因为我觉得 PUA 这个词儿如果挂上标签，我很难交朋友了。没事，你朋友多。我是虚伪，更惨。我是毒舌。你们不是毒舌，你是嘴贱啊，不对，损，嘴最损的人。对，我就是损啊。吃饭跟狼似的。你说我那个虚伪是合理的，这其实是过于谦虚。但我这个 PUA 真是没地方解释了，臭死了。有人愿意跟我一起主持吗？要不要跟我一起主持？要搞垮，有没有观众的？有观众。姐，你不应该问有没有观众，你应该问拍不拍。我呢，我就最怕是搞垮自己没问题，搞垮人家的节目不好。这是你的节目呀？就是不单单代表我嘛，代表就是你啊，姐。你这个嘴也可以啊。姐姐想好了吗？我跟你了。好嘞，太好了。哇，有2位姐姐当主持人，左儿姐的主持首秀。哎，那你们还能回想起来第一次上台的感受吗？吓惨了！我第一次上的那个节目，上来就直播。啊，对。明日吓惨了。我的名字叫朱之南，然后好吧。全程就是从上台到下了台到分导完了，那个脑袋都是不转的。第一次比赛，然后是直播。哇，我当时不知道直播有多么的恐怖，因为在场的气氛也很紧张，因为这5、4、3、2、1，对，太恐怖了。听你是录过，对不对？那不是第一次舞台了。哦，对，蜜蜂少女队也不是第一次，我第一次14岁，向上吧少年。那时候很小哎，我是最后那个，我是最后获胜的那个。你是冠军还是有冠军印的？4年一个重要的事。我们一起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，谢谢。有一个轮回，我是有一个。哎，左儿姐，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的心情啊？第一次上舞台的心情，我记得很早，15岁，整个人都是抖的，没有一刻是能够好好的站着，清楚自己在哪里的感觉的。因为那个比赛我是第一个出场啊，因为一般来说唱歌比赛第一个出场其实是最难的，对，最吃亏的，最吃亏的。对，只有名次好吗？我以为我都不会有任何名次，结果就第1名。现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，我就会跟自己说，好好的记住那一刻，每一个瞬间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你是最棒的姐。我参加过那种唱歌比赛的，05年参加的是浙江当时一档，叫《新生夺人》的节目。我那时候才11岁，最后我被淘汰了，我在台上直接哭不走。哭啥？哭，热爱音乐。我被淘汰了，我不想下去，我才11岁。谁是评判？总决赛评委是5月天。哦。后来阿信老师就过来把他的那个西装披在我身上，然后他还跟我一起合唱了那个倔强。
他其实想点你，他说你是个倔强的孩子。他说你真倔啊，孩子。后来他们在回忆中写到过这个故事，就是说为什么阿金不来什么当一些导师什么的，他们就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当过一次导师，因为我亲手淘汰了一个小孩。我们现在有那个评审的恐惧症，比赛里面就有一个是小朋友，他就落选了，当场就哭了，一辈子都不敢当评审了。他觉得他随便的一个决定可能会伤害到一个喜欢音乐的小孩，可能他不爱唱歌了。但其实没有，当年那个小孩后来真的做音乐了，更爱音乐了。哇，这夕阳好美啊！我来拍一张。哇，好好看！我们玩个游戏吧。来，开整。餐桌卧底，每轮平民戴好眼罩，2位卧底起身偷吃云南特色食物，平民通过声音和线索猜测谁是卧底，投票最多的人出局。平民找出所有卧底则获胜，卧底活到最后则卧底获胜。来吧。等一下，云南什么特色食物啊？剑手青。不，我觉得折耳根更可怕。不会是虫子吧？虫子可以，折耳根不行。现在发放本轮食物。哦，柠檬还行。哦，柠檬是对的。在这儿啊？谁？运哥，你在笑什么？哼，别笑了，云哥。碧晨姐在。小唐啊，在。鬼哥在啊。左姐，坐下了，吃完了。倒计时3、吃完了。2、1。哎，你的盘里的为什么没了？啊，盘儿没了，兄弟。我当时有感觉到有一阵风，所以我当时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突然这样一下，我估计他应该会被吓到。兄弟，我不是，我感觉老于有嫌疑啊。哎，你不能自己倒了，自爆了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他嘴皮现在老润了，肯定是他呀，那就是你，于佳韵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你瞎说八道是有一手的。没有啊！我要烟牌。没有，真没有，还没有问题。不是，这柠檬怎么闻？柠檬你得舔我一口，我才能尝出来。我怎么能闻出来呢，兄弟？你在奖励自己吗？我怎么能闻出来呢？兄弟，我俩已经相当贴脸了。我知道是谁。辛特，嘴一直在抿，因为酸。我没有啊，我这边都没少。不，雨欣，你过不过分？我动都没动。因为我听到有人在吃，是很近的，但是我看他碗里没有少，所以只能是他从那儿拿了，然后在这吃的。不是，刚刚叫谁名字，谁没应的？都应了，都应了。刚才没叫雨欣。哎，对了，没叫雨欣，确实没叫雨欣。哎呀，我听见的声音是在这边。这儿有声儿，就这儿有声儿。太过分了。投吧，我大概锁定在
那行吧，那就只能先投他了。怎么又是我？动都没动。哎，我觉得雨欣是真的惨啊，每次玩游戏第一个就出你，冤枉啊，于大人！全票先把他打出去。音乐因你而来，加多了。其实，我们雨欣3、2、1，失败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在雨欣这儿就可以玩完了。说实话，我玩游戏一般都可以玩到蛮后面的。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里，为什么我就是必死无疑，永远活不过第2轮。让我看看是谁啊？左姐，左姐，哎，3、2、1。啊，我的没了。牌儿都吃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走到过我面前，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？哎，你们那儿有没有动静吗？我没少，我没少。我说实话，我这里没有感觉到。干嘛？被我发现了。为什么是我？我跟你说，我吃过这个玩意儿，你知道吃完它你会一直流口水。啊？咽口水也不对的。哎，我可以吃一个吗？你不会是？你等一下，你不会欲盖弥彰吧？你现在吃了就有味儿了，一会儿查不出来你了。哇，兄弟，这么高吗？兄弟，我觉得，哎，而且他那个，然后你过来找我，绝对不是我。兄弟们，全票飞张新特。我投张新特，因为你刚才语顿了，平时说话不这样。平时说话不这样，我平时说话啥样？你看，人一紧张就把那个肩膀往右手一靠就开始了。我平时说话啥样？平时说话啥样？那我觉得这样呗，就直接先票我嘛。你遗言太长了，哥们儿，你遗言太长了。来吧。张新特出局，游戏继续。你看吗？那也就是冤枉了一个呗。这把我要着重的观察 Diamond。冤枉啊！摘下眼罩。你干什么？你吧。我觉得是于佳苑，1、2、3，他瞬间就冲出来了，他在掩饰，他可能没走回去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是我这4个。哎，我跟新特说，过来。我觉得如果我是卧底的话，我这一把我就不动了，我可能就这样子吃一下就结束了。你还没有被吃对吧？我也没有被吃。我好像被吃了。所以左儿姐，如果你被吃的话，就一定是左右两边了。哎，狼可以吃自己的吗？可以啊，这个狼是可以吃自己的，它不用站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可以吃自己的。那我打飞左儿姐，那我投左儿姐。那你觉得像我吗？我现在我口都没口水，一点都不酸。你知道吗？我怀疑左儿姐有一个细节，是因为她一摘下眼罩之后，她都没有看自己的盘子，她就说我好像少了一个。不，我知道的，我看过。不能冤枉好人。你看一下他的润唇膏都没掉。死了的人不能刷。我承认我之前没看，但是我不可能是只有3块吧？我80%吧，我觉得左儿姐一定是。这几天没见过态度这么强硬的。肯定是他。
祖儿姐绝对的，她从来没有求生欲那么强过。你这匹狼真的，你坏起来真的很坏。哎，玩游戏的人身攻击嘛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你的战斗欲望没有那么强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俩上前面来。给我看一下你的嘴唇。我干嘛给一个狼？好幼香，好幼香，好幼香。你的攻击欲望太强了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这么攻击欲望强过。我现在长大了，你这是欺负我。国语不好吧？上升到这个高度的话，等等，我发现那我觉得一定是。等等，我发现问题了，他这里有2把沙子，有证据啊！我有了，2把是，你忘记拿走了。我还是坚定于佳悦。你怎么话听不进去呢？相信我自己。我觉得这个大傻子，又傻又坏，主要。投票吧，平心而论吧，我觉得。我肯定是冤枉的，天哪！善良的人总是被冤枉。游戏继续。他出局还游戏继续啊？兄弟，那我乱了，兄弟，那我乱了。我觉得啊，也有可能是他。不是我，不是兄弟，你现在就是逮谁咬谁啊！一个个打呀。那没办法了，只有鬼了。我是位置是不够了，只有鬼了，只有他了。你开始，位置不够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虚伪，太虚伪了。来，戴眼罩。小唐，哎，在。金哥在。野子，让我看看谁少了。我少了1块。野子。我很怀疑野子，因为我最后叫野子的时候，他没有回我。哦，对，他空了一下。野子，因为我看到一个细节。什么细节？他的眼罩，我睁开眼，他没有戴好。他肯定不是摘开，他肯定是这样，要不然会有声音。所以他现在就保持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没啥想说的，你们输了。是我们，不是你们投我的输了。那就意思就是他是狼呗。啥呀？你这理解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不要帮他说话，张新特。你们2个都是狼，看看有帮手。好了，那知道了。来，3、2、1。游戏结束，平民获胜。我觉得在普洱让我觉得是真正的有拉近大家的距离，好优秀。特别是通过这种小游戏，让我觉得更近了。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大家一起玩，然后一起在音乐的世界中遨游在音乐的海洋里快乐。大家一起互动的时候，能够互相去接触对方的话，没有一个人会让那个话掉在地上。今天我妈生日，阿姨生日快乐！这是祖儿姐，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灌点剧啊，阿姨。我就很喜欢这样有氛围吧。你别摇太近啊，你。我现在出游了。给我来看我来转，来对。所以一切都太对了。印尼小队的成员们，你们好！一场充满云南风情的音乐集市正在野鸭塘庄园展开，这里汇聚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乐器。
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摊位体验，每体验一个摊位就能收集1枚印章。当你们共同集齐6个摊位的印章时，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快闪将正式开启。哇哇，太幸福了吧！这么多乐器，太有实力了。哇，这是什么乐器啊，老师？这是英歌笛。英歌笛。这是芦笙对吧？对。老师，这个真的吹就是像号一样吗？那个可以吹啊。这个也能吹吗？这个也能吹，都可以吹。这是自己做的吗？自己做的，真厉害。老师，我可以弹一下这个吗？唱一下。可以。这个得要自己唱出来是吧？对，这个是你要。我试试。哇，这么多非遗的乐器，我太喜欢了。口弦，对我超喜欢，我演唱会也加了，用了那个芦笙，然后还有那个铜鼓。我是贵州人，所以就是把家乡这些加过来。对，有好多少数民族。老师，这什么乐器？这是我们布朗族的三弦。布朗三弦，这我能买走吗，老师？因为我一直在收集那个非遗的一些乐器的声音。对，咱们这个也是那个就是非遗的乐器。哇，好好玩啊！收获满满。老师，我在你这儿很挫败啊。你们想听哪个？这个吧。来。哇！哎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先试一下。把力量都集中在一个地方。拉肚子了。好，没有了，我看。要挂了。来，这个很难吗？一吹就响了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。一吹就响了？对，一吹就响了这个。老师，你逗我？是真的，我骗你啊！再看看这个。不响啊。就是跟那个一般的笛子都一样的。老师，那边好吹吗？哦，那边你去试下来。哎呀，老师，我好累啊。老师，我是不是很傻啊？没有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想学。我学这个要多久？我可以10分钟之内学会吗？那就看你的悟性。好，教我，快教我，快教我。我们树叶放在嘴唇的中间，下嘴唇呢不要漏气，上嘴唇呢留一点适当的空间，让它气从这边出来。哎，它就响了。没有声音啊。我来你这儿。啊！快教我了，快教我！这树叶都快被我拔光了。我不去别的地方了，我就在这儿。拉胡马哎哦，拉胡马哎哦，他们哈卡哈里家，啦啦拉胡马哈哈哈里家，那几朵花的前面有门，啦啦拉胡马哈哈哈里家，那几朵花的前面有。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，不够吹呀！来一首。掌声！哎呀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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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伤口做留白，无法抵赖的 real life， 表情犹在，心脏已快要崩坏，但却没人代替我解答。Yeah， 没人代替我解答。Yeah， 谢谢。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，不够吹呀！再来一首，得再来个章了。
可以啊，多玩也可以。老师我干了，给我干一个吧。老师我也干了，快，兄弟，先给我干。真事儿吗？你先给我干。兄弟，这不是比拼。哦，这不是个人战啊。那老师你给我盖个章吧，谢谢。哇，你都盖这么多了，嗨嗨。老师，我刚真想了一下，给我盖个章吧。老师，我吹响了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印章吗？武侠的女主出场了，对，女王。哎，他猜对了，傣族的女王。啊，傣族女王，傣王妃。对，傣王妃算是完成了。噔噔噔噔，太丰富了，我收获。你有多少个？哇，你好厉害！你看我这收获满满，我也是哦，全是。会这样的，不能吹那么多气，就轻轻的吹就响了。刚才对不对？哎，响了一下，响了一下，这再响了一下啊。对对对，响了就可以吹了。我要去炫耀了，老师，我去找他们了，谢谢你。跟你琴瑟和鸣一下。我本来想学吹树叶的。哦呦，这个你会吗？我还不会，那就好。我如果云南的人都会，那我就不学了。等一下啊，人一多我紧张。哦，我听到了。不是。哇！哇，厉害啊！ OK， 兄弟们，学了一项新技能。哇，不是吧？就是我一直在那边，没去别的地方过。来，听着。哎，哇，兄弟，有意思。哇，兄弟，怎么可以的？真的很难。我觉得音乐就是拉近人的距离的，因为有这个乐器，我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。我一直在寻找非遗的声音，民族的声音。哇，今天听到这个声音太好了。听到那些乐器的声音，就感觉你来到了一个山里，鸟语花香，然后有一些风吹的声音，让你整个人感觉很舒适、很放松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这些城市人把自己关得太久了，但其实人类就是大自然的一环，而他们这种来自大自然的音乐是最能打动人的。我们去路演现场吧。好的。走。走不了正道。早上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想说话了，我真的。哎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。你也不咋地好吗？你别说我。没有，我说我们太强了。我觉得你也不咋地。感觉你们应该是8点睡的吧？我不知道。你就穿个背心啊，哥们儿。哥们儿，连衣服都没了。不是啥意思？不是啥意思？这是你今天穿搭呀？我不知道，我有个外套我忘记拿了，算了。不是你真就穿个背心来了？这哪儿拼的安保啊？不是，重点他现在走路有点这样。对，这造型一栽一栽的。出发吧！今天我们将前往傣族文化的浓缩之地西双版纳傣族园。傣族园，这里有非遗，有歌舞，有美食，更有全亚洲最盛大的泼水节。哦，来吧！到了。哇哦！下车 ，everybody！ 欢迎你，哎！欢迎你！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傣族园。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傣家人的象球鼓，
在2008年傣族的象脚鼓被列入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好的。来，我们先学一下脚步，最主要的是踢脚、蹬脚，还有跳跃、敲击鼓面。好，来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，扫腿，1、2，跳，1、2，可以了吧？可以。来展示一下你们成果吧。我来，我对你吧。来吧。 6、7，走。蛇形刁手。太好笑了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这舞王又开始创作上了？哎，我可没原创啊，这不是认真的学吗？你快别拍了，都晃成那样了还拍呢？我这技术你还自己起来了，给你看，黑屏给我看呢。来硬夸这一套，这技术真一流吗？我这是开防窥了，兄弟。啊，防窥？怎么整的？这款 S26 Ultra 是三星首款防窥屏手机，你这样打开就能防窥了。哎，那这个厉害呀！你给我也整一个吧，兄弟。好，我一会儿给你整。来，你先看我刚刚给你拍的。好，你看。哇，不错呀，都晃成那样了，还这么稳定，拍的这么好。那当然了，它有那个水平锁定，你手抖也能出片啊！我以后的物料就靠你了，必须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分成2组进行挑战，失败的一方将在泼水节现场当众洗头。四强战队已经出现，太强了！他们不是很厉害吗？恭喜呀！恭喜你！